樊玉、无名山、洞穴外阴雨连绵，雨季尚未结束。这几天江北防线没有过多变化，从海底登陆的鬼潮被死死遏制在海岸线，无法再逼近一步。日子就这样过去了10日。雨季结束，虽然依旧会有鬼潮从海底登陆，但数量没有那么多了，也没有那么频繁了。永业殿那边也没有消息传来，说明永业前线在今年雨季又守住了，这意味着又有1年的平稳发育期。走了，陈狱主，我们先告辞了，明年再来。陈狱主路过城墙下的势力之主，在看见站在城墙上的陈凡，纷纷挥手高吼着告别。好，陈凡笑着挥了挥手，而一旁学侯则是负责将这些势力通过高铁都送回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并且会给予部分鬼市补贴。雨季里，这些势力提供了不少人力支持，江北防线上的人越来越少，不少势力挨个撤走。而原本这些势力很多都来自于关西平原，以前彼此势力都有不少矛盾，但在江北防线上同吃同住了1个月后，矛盾也渐渐削弱了不少，准备干活了。江北防线上，陈凡伸了个懒洋洋的懒腰，望向远处海面，他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那就是王麻子的奇迹是在多种巧合下实现的。他到现在都不知道王麻子到底是如何闯过那雷雨海域的，还是一来一回2次。若说1次是侥幸，那连续2次的侥幸也未免有些过于侥幸了。下一刻，陈凡转身招手唤来趴在一旁地面上的卫尉，走向身后悬停在空中和城墙齐平的非洲上，开始铺设铜管。铜管竖着不断上升，一路来到3000米高度，然后才开始横向蔓延，直伸向黄泉口防线。是的，他打算打造一条空中快轨，直通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这是一个枯燥且乏味的工作，他已经做好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都留在这艘非洲上了。狱主，怀里传音符里传来王奎的声音，我在江北防线上没找到你人，听他们说你已离开樊玉，现在方便向你汇报樊玉近期状况吗？说吧。如今樊玉储备鬼石具体数字为107亿枚鬼石，其中江北防线在雨季里扣除消耗后贡献了12亿枚鬼石，剩下大部分鬼石都是新大陆那边贡献的。陈凡点了点头，知道了。这段时间樊玉各项工作按计划推进，由你监督。明白。对了，狱主，这次收获的异宝里，其中几个石头好像有点像是狱主你专门嘱咐过的天道石。等狱主你回来，不用，我已经在返程了。片刻后，陈凡来到芥子室内，快速扫过漂浮在空中的那一个个异宝，异宝信息从眼前不断闪过，眼中时不时闪过一丝诧异，有不少好东西啊。随后他将视线落在悬浮在空中的那2枚石头上，咧嘴笑了起来。熟悉的名称，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面板，天道石，而且是2颗天道石。这2枚天道石都是黄泉口防线那边大鬼掉落。王奎在一旁解释道：好。陈凡咧嘴笑着将这2枚天道石塞进怀里，大步朝仓库外走去。樊玉现在储备的鬼石不少，足足110枚，只待和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那边打通后，他便开始准备爆发式增长了。别的不说，就说那通天柱，通天柱乃战略级武器，不是防线常规武器，只能用来对付紧急情况，但那是数量不够，倘若数量再多一点呢？储备个上千数万发呢？甚至储备个数百万发呢？任何战略级武器，只要储备的数量足够多，那就完全可以当做常规武器来用。陈凡也不急着去铺设铜管了，乘坐非洲落到港口旁，晴朗天空中，大片阴雨落在那数百根通天柱上，电闪雷鸣，狂风不断呼啸而过。他打算将这2枚天道石，其中1枚用在通天柱上，剩下的1枚是他为从1号前线回来后带回来的那张蓝色品级建筑蓝图所保。就在他准备将手里这枚天道石抛出去时，他突然又犹豫地停了下来，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让王奎将刚才那几张樊玉没有的白色图纸拿过来，先把这些白色建筑打造了再说，说不定会更适配天道石呢。虽然平面板看起来都是些普通建筑，但说不定升至满级后会有奇效呢。很快，王奎将图纸送来，分别是缆绳、篝火、异兽培养屋，前2个是白色品级的，后面1个是绿色品级的，都是在这次雨季里获得的。樊玉未拥有的建筑蓝图。很快，这3个建筑被纷纷升至满级，均无升级方向，每次升级都会得到特定提升。比如手里这根缆绳，缆绳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坚韧无比，极其坚实。陈凡挥了挥手中这根颇为厚重的绳子，面色有些微微古怪，真是什么类型的建筑蓝图都有啊，这算是建筑吗？他觉得这应该算是生活工坊生产出来的，就是一根绳子，打造费用不算太贵，但胜在十分结实。但别说，还真有点用。樊玉还真需要些极其坚实的绳子，当然肯定是不配1枚天道石的。他又望向篝火，这个建筑和鬼火完全不一样，但总算是有点建筑的样子了，作用是用来取暖。这么一座小小的篝火，可以抵御寒冷，而且供暖范围并不小，这个倒是可以在樊玉里推广开来。篝火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抱团取暖，供暖范围增大。这3个建筑里最有用的便是那个异兽培养屋了。陈凡望向被安置在一旁的巨大宫殿，是的，这是一座宫殿，比他的木屋看起来气派多了。推门望去，里面吊顶极高，看起来是为一些体型巨大的异兽准备的。在升至满级后，有了不错的满级效果。异兽培养屋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慕名而来。对异兽有较强的吸引力，会增加无主异兽对势力的向往，并希望定居于此。这个不错。陈凡咧嘴笑了起来。异兽是永业大陆上一种极其特殊的存在，而每尊异兽都有不错的效果，比如海底隧道就全靠魏巍挖出来的，就连在岛上找的那批猴子，此时也在新大陆那边牧羊呢。如果能吸引一些路过的异兽主动投靠樊玉，那自然是不错的。而在他将这3个建筑全部升至满级后，樊玉已经拥有14座满级建筑了，挺好。但这3个建筑都不怎么配得上1枚天道石。呼，他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将手中的天道石抛向不远处的通天柱。就
就在这时，轰！一道巨雷突然在空中猛地炸开，紧接着，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开始降雨，不仅仅是通天柱上空开始降雨，而是整个江北开始降雨。没有雷，没有电，没有黑云，一场翠绿色的大雨，没有任何征兆的突兀落下。他这辈子没见过翠绿色的大雨。陈凡怔怔地待在原地，遥望天边，整个江北上空被翠绿光芒所笼罩。而当那翠绿色的大雨落在他身上的一瞬间，他感觉这些日子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并且隐隐感觉自己寿命好像得到了提升。紧接着，面前开始浮现出无数道面板，樊玉镇守江北，翠雨天降，天道赐福。樊玉所有满级建筑将全都获得天道赐福效果。农田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溪内任选其一。桥梁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溪内任选其一。生活工房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溪内任选其一。通天柱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溪内任选其一。陈凡怔怔地僵在原地，望向面前不断弹出的面板和远处那场洒向整个江北的翠绿大雨。樊玉共有14个满级建筑，在这场翠绿大雨下，除了噬魂雕塑、噬神炮、鬼火这3个满级建筑外，他的剩余11个满级建筑都获得了天道赐福效果，相当于一次性获得了11枚天道石。半晌后，他才反应过来，他把这事给忘了。镇守江北可得天道赐福，这是他很早之前就得知的消息，甚至当时之所以留在江北，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这个。但是这些日子太忙了，他忘了这件事情。雨季结束，天道赐福来了，这是对樊玉镇守江北的天道赐福。翠绿大雨笼罩整个江北，让整个江北显得极其梦幻。但很快他就来不得思考这些了，只有百息时间让他选择。总共11个满级建筑都获得了天道赐福效果，他得快点去选了。这真是意外惊喜。这时，正行走在樊城街头上的少秋，感受着翠绿大雨滴答滴答落在自己身上时，微微一愣，半晌才反应过来，不由张开双臂，闭上双眼笑了起来。他的很多功法催动都需要消耗寿命，他本来也没打算活太久，原本他的寿命也没多少了，但在沐浴了新大陆那场金色大雨后，他就延寿了。此时又延寿了。新大陆的那场大雨提升了他50年寿命，这场大雨提升了5年寿命。他望向樊城内无数人走出街道，显然大家都感受到这场翠绿大雨是对他们有益的，纷纷张开双臂享受着这场来自天道的馈赠。只是有些人却闷闷不乐，他们没感觉到这翠绿大雨有任何稀奇的地方。对这次雨季有功之人会根据自己的付出获得对应奖励，奖励不等；而无功之人，翠绿大雨落在身上则是没有任何反应。西阳城无数白骨阁的成员兴奋高吼着，他们没想到他们竟然也算有功，种地也有功，嘿嘿。祁崇笑得极其开心，他在雨中看来不仅仅是狱主认可了他的付出，就连天道也认可了他的付出。看以后谁还敢说种地无用的，天道都说有用，你说没用，你比天道权威等等。祁崇突然想到什么，回头望向天一，天一算不算有功？天一没镇守江北，而是付出在了黄泉口防线，但回头时他却看见了出奇的一幕，只见一道明显更加密集的翠绿大雨在大雨中形成一道雨柱，将天一整个人笼罩进去。这是更大的天道赐福，说明天道认为天一在这次镇守江北中付出了更多的，至少比他们付出的多。也是，祁崇恍惚的呢喃着，如果不是天一在黄泉口防线拖住了那批鬼潮，等到了樊玉的支援，否则樊玉腹背受敌之下还真不好处理。天一待在原地，抬头望向空中，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体内的鬼血花根茎在被快速排除，新的血管在他体内生长出来，那团猩红火焰再次燃烧起来，流淌在血管内，代替了血液存在。而这次他感觉不到疼痛，感觉不到灼烧，那猩红火焰好像完全被他掌控自如般。火行孙的力量又回来了，而且是完全被他操控，没有任何副作用的火行孙力量。他此时感觉身体再无虚弱感觉，他感受着体内那充沛的力量，突然笑了起来。他好像又是那个天一了，不过这次不是永夜殿天一，而是樊玉天一。他不打算回永夜殿了，他要留在樊玉，留在这个没有内奸的市里，他可以放心的将后背交给自己的同僚祁崇。帮我联系下陈狱主，我要亲自告诉他，我想留在樊玉。此时的天一显得极其兴奋，平日脸上那副高冷漠然的神情已消失不见。好，祁崇也为天一开心，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联系到狱主。狱主，我是刚开了个口，滚！传音符对面便传来狱主的怒吼声，且通讯挂断。祁崇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将传音符重新放入怀中，讪讪道：“看来狱主现在应该是有些忙，那个待会儿再联系。”也是，天一面色严肃地点了点头。他自觉自己没付出太多，就获得了如此丰厚的天道赐福。那樊玉镇守江北为首功，陈狱主那边肯定获得的更多。此时自然是有些忙的，只是每到防线，在雨季镇守一片区域，挡住海底鬼潮都会获得天道赐福。可是他有些疑惑不解地望向空中那翠绿大雨，其他区域的天道赐福他也不是没经历过，可没有这么大阵仗，这都快比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的天道赐福效果要强了。江北在天道眼里如此关键吗？所以镇守江北的天道赐福才会如此之多，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只是很快他原本开心的神情又有些低落起来。如果守夜人97号还活着的话，肯定会很喜欢这场大雨。还未赶回关西平原的屠仙圣地圣主，此时高铁已经停在江北荒原上，高铁上的一众人都走了下来，站在荒原上沐浴着这场翠绿大雨，这是天道对他们付出的认可。屠仙圣地圣主张开双臂，站在这场翠绿大雨中笑了起来。他感觉到自己的寿命提升了一点，只是具体多少他不清楚，并且身上的暗疾也都消除了。别的不说，他感觉此时等明天早上醒来后，说不定又可以起立了。对于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讲，这可是一件稀罕事。身后的一众屠仙圣地的弟子此时也极其兴奋，不仅仅是因为提升了寿命，消除了暗疾，最重要的是这是天道的认可，天道对他们在雨季里付出的认可。
有多少人这辈子能收获天道认可的？这是他们可以吹一辈子的牛逼。樊城墙头上，公羊一月双手插进袖子里，望向墙外翠绿大雨嘟囔道：“和我俩无关，我俩并未启动，自然无关。”大鱼轻声道：“说得好。”公羊一月感慨道：“跟在天一身旁那个守夜人启动了，他应该是有功吧？那你猜猜他能不能领到这天道赐福呢？”坟头草变得更绿一点，大鱼没有讲话，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城墙上。公羊一月撇了撇嘴，也没再说什么。微微不会讲话，但此时趴在地面上，灯笼大的眼睛里分明冒出一句话：“怎么还有我的事儿？”趴在地面上的魏魏抬头疑惑着望向头顶那根将他笼罩进去的翠绿雨柱，他头上的雨要更密集一点，说明他也不是小功。可他有什么功？但很快他就不再关心这个，而是望向前方站在密集近乎如实心翠绿雨柱下的陈凡。陈凡已经站在这里很久没有动过，那雨柱实心质，恍如是一根从天而降的翠绿金箍棒，他都有些担心给陈凡砸死在这里，而且雨柱里还夹着一缕缕金色云雾，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别急，别急！陈凡此时根本顾不上头顶那噼里啪啦的雨柱，高度集中地望向面前不断弹出的一则则面板，快速思考着，选出最适合樊玉的天道赐福效果。总共11个，只有百息，时间紧迫。陈玉主，我是……就在这时，怀里子母石又再次响起，这已经是第5个联系他的人了。陈凡有些愤怒地怒吼道：“滚！”并将身上的传音符连同子母石全都取出来，扔在远处，继续快速筛选着面前弹出的面板。永业大陆腹部，站在非洲甲板上的裘伊斯望向手里被挂断的子母石和回荡在耳边的那个滚字，下意识地将后半段话讲完。我是裘伊斯，有些茫然地抬头望向远处。陈玉主今日这么暴躁的吗？不过很快他就大概想明白了。陈玉主拿了天道赐福的大头，此时确实有些忙得手忙脚乱，这个时候打扰确实不太合适。随后他才抬头望向头顶那道窄细且密集的雨柱，直直将它笼罩进去。裘伊斯沐浴在翠绿大雨中，笑了起来。他知道这是自己儿子镇守江北有功所获得的天道赐福，转移到他身上了。这原本是属于他儿子的荣光，此时被他独享。凭着雨柱密集程度，看得出来天道很认可他儿子的付出。如果人生非要有一个句号的话，那他觉得自己儿子这个句号还不错，至少被人所记住。在翠绿大雨下，他体内原本肆虐不断钻体而出的猩红火焰渐渐平静了下来，但威力并未减小，反而他感知到威力变得更大了，并不会再伤害他的身体了。原本他只能再活几年，现在只要他愿意，再活个10几年一点问题没有。整个江北都沐浴在一场翠绿大雨中，而在关西平原，各个前去支援江北防线的势力上空，也都有一片片专属的翠绿大雨。翠雨天降，天道赐福，镇守江北，有功则赏，只要付出了就有功，哪怕是樊玉看不见的地方，天道均会记录在案。终于在截止百息前，陈凡长吐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突然松懈下来，呢喃着终于选完了。但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看不清面前的东西了，一片翠绿水雾，怎么跟瞎了一样？下意识抬头望向头顶，忍不住愣在原地。今天这雨这么大吗？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一根通天柱直直砸进地底一样。很快他便察觉出不对劲儿了，如通天柱一般近乎实心的雨柱从天而降落在他身上，却并没有太多刺痛感，如春雨润万物，体内泛起阵阵暖流，像快去了一般。这是翠雨天降，天道赐福。在琢磨出来什么情况后，他也不着急了。没一会儿后，大雨缓缓消失，万里无云，完全看不出来刚才下了雨，而地面上也没有任何水波，甚至就连他的衣服也没湿。挺好，陈凡笑了起来，望向趴在一旁的魏魏，他除了感觉自己身体更轻快以及寿命好像延长了，并没有感觉到太多这个天道赐福的效果，但已经足够了。樊玉所有满级建筑都获得了天道赐福效果，哪怕像满级农田这种，除非他天道石多的花不完了，否则绝对不可能将天道石砸在这上面的建筑，也都获得了天道赐福，相当于一次性获得了10几枚天道石。以天道石的价格来算，这次樊玉在雨季镇守江北的收获绝对不算小。最主要的是，他望向灵魂深处的永业领主面板，关于桥梁这个建筑的面板，他是不可能将天道石用在桥梁上的，毕竟桥梁对于樊玉的作用并不算太多，就是横跨水域、链接两地、供高铁通车的一种手段而已，不值得1枚天道石。但若不是这次，他都不知道桥梁这个建筑可以有这种天道赐福效果。桥梁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一个建筑仅能拥有1个天道赐福效果，你已经做出选择。天道赐福效果：鹊桥相会。在桥梁上成亲的心愿可获得天道庇佑，新人可许愿后代为某个特殊修行者，有一定概率实现，但后代必须为这对新人子嗣。陈凡咧嘴笑了起来，他不知道永业大陆还能撑多久，但他准备在江北推行一下这座桥梁，这样未来10几年后会多出不少建筑师，这些建筑师都会成为樊玉底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满级建筑的天道赐福效果，都是他没想过的。这次真是给了他一个大惊喜。吊兰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一个建筑仅能拥有1个天道赐福效果，你已经做出选择。天道赐福效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大小如意，且极其结实。吊篮便是樊玉高铁，原先有一个弊端，便是吊篮的空间有限，容纳不了太大东西，要想运输大批物资，就必须打造足够长的车厢。如今有了这个效果后，便可以从横向和纵向2个维度来增加吊篮的大小，会大幅提升樊玉的运力。这些天道赐福效果都是他精挑细选的，看似不起眼，其实都是最大程度的符合樊玉所需要的。实在挑不出来合适的，也会尽量挑出一个重头戏。当然，重头戏便是那一直心心念念的通天柱。通天柱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一个建筑仅能拥有1个天道赐福效果，你已经做出选择。天道赐福效果：一气化三清，
发射出去的通天柱会在抵达目标地点上空时分裂成3根通天柱，每根通天柱威力和本体通天柱相同。嘿，陈凡不由满意的笑了起来。这下樊玉的这个战略武器通天柱就变得更加战略了。刚好樊玉现在有100亿枚鬼石，可以先储备点通天柱。做完这一切后，他才走到一旁捡起来自己刚才扔掉的传音符和子母石，一个个查看。缺猴的、奇虫的，还有求已死的。陈凡望向手里的子母石，微微一愣，突然想起来了，刚才他是不是好像骂了一句求已死？嘴角抽了抽，激活子母石，联系上求已死。求老无碍。他还没开口，对面便传来了求已死的无奈的笑声。联系你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恭贺你一下，樊玉成功守住江北，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雨季末尾，永夜前线没有一处前线沦陷，雨季过去了，我们又可以再发育1年了，恭喜你啊，同喜。陈凡也笑了起来，内心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一个七老八十的人被他劈头盖脸一句滚，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做完这一切后，陈凡回到西阳城，望向重新恢复到巅峰的天一，笑着道：“看起来完全恢复了。”呼，天一深吸了一口气，才单膝下跪，低下头颅，沉声道：“多谢玉主赐给我新生，以后我这条命就是樊玉的。我想留在樊玉为玉主做事。”一旁的奇虫有些感慨地望向这一幕，只是心里不由琢磨着，天一要是留在樊玉，会是什么职位呢？基本上是肯定加入战阁了。论实力，至少得是副阁主，但论资历又不好说。不过战阁的副阁主自从大禹主动退去后，确实如今还是一个空缺位置。怎么不回永夜殿了？不回了。天一摇了摇头，连我师父都背叛了，我不知道永夜殿还有谁能信任。我不愿待在一个连同伴都不能信任的环境。樊玉没有背叛，我不怕战死，但我不希望我的死因是同伴从后方刺来的匕首。陈凡停顿了一下后，才望向天一轻声道：“樊玉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应该回到永夜殿去。我在永夜殿里没有一个可以绝对信任的人，我信任你。如果你回到永夜殿，我在永夜殿里就有了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其二，樊玉未来会和永夜殿合作，一同对抗鬼巢，但樊玉不想因永夜殿里的内奸白白战死。我需要有一个人在永夜殿里告诉我真实情况和暗流涌动下的一些蛛丝马迹。其三，我看得出来你现在实力比以前更上一层，并且有功绩加身，回去后职位肯定能更上一层楼。当你站得足够高，也能方便你去清理永夜殿里的叛徒。”天一没有讲话，只是茫然起身，眼里原本的光泽突然暗淡了一丝。他没想到陈凡会拒绝他留在樊玉，他这些日子十分羡慕樊玉里的气氛，没有背叛，没有内奸，这是他想发光发热的地方。但很快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迟疑道：“我可不可以先加入樊玉，再回到永夜殿？”“当然可以，樊玉欢迎你的加入。晚些时刻，奇虫会带你去领取一套樊玉服饰和身份令牌，你暂且归暗阁所属。少秋是你的直属上级，你平日和他联系，重要信息可直接向我汇报。”陈凡笑了起来，这家伙实在是太聪明了，一点就通。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天一笑了起来，眼里重新绽放出光芒，这样好像更好了。他不但加入了樊玉，而且还可以铲除永夜殿里的内奸。在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离开西阳城，乘坐樊玉高铁前往港口，望向窗外快速向后市区的来往的人群，嘴角微微上扬，这样就挺好。在抵达港口后，陈凡才来到港口靠后江北荒原的一片区域，这里在他的吩咐下，已经腾出一大片区域，准备用来储备通天柱。但在具体决定储备数量之前，他要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决定着能不能提高通天柱的射程。加把劲儿啊！1、2，拉！在这片被腾出来的区域，一根刚被打造出来的1级通天柱正矗立在江北荒原上，而在这根足足数百米高的巨大通天柱附近，站了不少樊玉战阁成员。此时每个人手里都拽着一根绳子，使出吃奶劲咬牙拽着，那不是普通绳子，是陈凡刚刚打造的满级建筑缆绳。在获得了天道赐福后，天道赐福效果是使其变得更加结实。在一众武王的用力下，这根矗立在地面上的通天柱开始缓缓倾斜，并保持一个平缓的速度朝地面落去。而在通天柱的下方，是一辆被扩大且经过改装的樊玉高铁。很快，在一众吆喝声中，这根1级通天柱很快被稳稳当当的落在了等候在下方的樊玉高铁上，溅起阵阵灰尘，完美。周围响起樊玉成员的一众欢呼声，拄着翡翠手杖站在一旁全程目睹这一幕的陈凡，此时也不由笑了起来。但这还不算完美，还得实验。下一刻，这辆樊玉高铁开始沿着轨道朝江北荒原深处疾驰而去。数息后，陈凡选中了死海为轰炸目标，摆放在疾驰高铁上的那枚通天柱开始缓缓震动，紧接着外壳开始脱裂，洒在江北荒原四周。一根尾部喷射着雷霆的较小版通天柱破壳而出，快速升空，并在空中携带湛蓝尾焰，直直轰向死海。不久后，轰！隐隐爆炸声从死海传来，陈凡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终于，他5年前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陌生且鬼物肆虐、强敌环伺的世界。从第一座鬼火、第一座箭塔开始，一点点在江北打造自己的基地。这5年里，他一刻不敢松懈，生怕一场大战就将樊玉底蕴打空，生怕一场鬼巢就葬送了他所有的幻想。但如今，他终于可以拍着胸脯说一句：樊玉已经小有规模了。樊玉移动巡航导弹试爆成功，这意味着只要他愿意，他能将高铁轨道铺设的足够多，他可以将樊玉巡航导弹发射到永夜大陆任何一个位置。那么接下来，樊玉成员再次忙活起来，开始重新选定导弹储备区域。既然确定了樊玉巡航导弹可以移动，那就要找一个更大的区域用于安置了。港口就有点不合适。
适了，这里太小了，而且也太显眼了。最终位置选在了无名山后方，这里地广人稀，基本上没有什么梵域成员靠近，安置在这里刚刚好。呼，陈凡长吐了一口气，搓了搓手，将铺设空轨这件事先放在一旁，站在非洲上望向下方那一大片空余区域，望向永夜领主面板上的通天柱建筑，确定建造。很快，一个由白色线条组成的通天柱虚影快速浮现出来，并且伴随着一旁通过铜管里的大量鬼石液体涌出，快速凝实，稳稳当当的落在地面上。一根满级通天柱打造完毕，一根、2根、3根通天柱一根根落实。渐渐的，夕阳浮现在天边。陈凡忙碌了一天，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永夜即将降临。陈凡站在非洲甲板上，望向下方区域排列的整整齐齐的2000根满级通天柱，神情有些恍惚的呢喃道：“艺术品，完美的艺术品。”片刻后，后勤阁成员快速乘坐梵域高铁而来，肩膀还扛着4块巨大的木匾，在城墙四面各定下一块梵域1号导弹储备基地，这才对了。陈凡望向木匾，满意的点了点头。什么叫做无名山那边？它有自己的专属名字，梵域1号导弹储备基地。时间流逝，第二天，陈凡又打造了2000根通天柱，并将其命名为梵域2号导弹储备基地。接下来的小半个月，陈凡都待在梵域，主要负责忙碌着梵域的各项完善工作，再将一些零零散散琐碎的事情都办完后，雨季结束后的半个月，陈凡站在非洲甲板上，望向下方一众送别的王魁等人，嘱咐道道：“此趟约莫得数月，我会沿路铺设信号塔，确保通讯不会中断。我不在的时候，王魁你负责主管梵域事务，有拿不准的事情及时联系我。剩余人继续按照计划执行自己的任务，明白？”站在荒原上的瘸猴一众人纷纷点头，又简单嘱咐了几句后，非洲缓缓升空，直直来到江北荒原上空。站在甲板上的陈凡开始继续在空中铺设空轨，由虚幻铜管组成的空中轨道，这条轨道将会直直通向永夜西部玄武1号防线。这是一个相对耗时间的功夫，但也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对梵域来讲极其重要。不仅仅是那张蓝色品级的建筑蓝图，有着更多的战略意义。在目送狱主远去后，留在原地的王魁等人对视了一眼，闲聊一会儿后便各自散去。他们接下来手里的事儿可不少，雨季虽然结束了，但留给梵域的事务却一点都不少，毕竟还有下一次雨季。时间飞逝，眨眼睛便过去了3个月。站在非洲甲板上的陈凡怔怔地望向远处那道矗立在海岸边的永夜西部玄武1号防线，长达108公里，这是他得到的信息，估摸着约有100米高。这就是前线吗？陈凡深吸了一口气，内心突然多了点安全感。这种程度的防线守在前线，永夜大陆应该也很难沦陷。不过他很快又想起了新大陆那边7到10级防线，最后还是沦陷了。就在这时，一道非洲突然快速朝他驶来，且一道声音夹杂着风声隐隐在他耳边响起：“这里是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闲人莫入，来者何人？”江北梵域，陈凡。陈凡先是自报家门后，才从怀里掏出裘老给他的那枚令牌，举在手里晃了晃。没过多久，那艘原本停靠在他前方，保持一定警惕距离的非洲，像是收到什么信息一般，缓缓靠近后，一个中年男人站在甲板上，面色严肃地望向他：“陈狱主，请，我们负责人正在前线上巡视，他亲自接待你。”好，陈凡轻点了下头。非洲跟在前方，这艘非洲缓缓靠近这道宏伟的防线，看得出来，裘老应该给这里通知过了。越靠近这道防线，越能感受到这道防线的恐怖。身下的非洲体型并不小，但在这道防线面前，却有点像是竹蜻蜓一般，显得颇为小巧。而在防线后方，地面上密密麻麻无数行人在来回奔波忙碌着，还能看见一座一座紧挨在一起的木屋，为防线里的人提供居所。当非洲和防线顶端持平，陈凡拄着翡翠手杖从非洲上走下来，落到城墙上时，便看见一个女人正站在城墙上，笑盈盈地望向他。而在这个女人身后，还站着7、8个人，虽然身上都自带着一种上位者的气息，但此时每个人脸上都挤出笑容，看得出来他们不经常笑，笑得很诡异，像是一个恶犬在面对鸡腿时强行且艰难地挤出来的一个笑容。陈凡踏在这道庇护了永夜大陆其中一个命脉的前线上，齐越从非洲上也走了下来，满脸漠然地站在他身后。此趟出行，齐越负责基础安保。他望向眼前一众人，停顿了一下后才有些迟疑，敢问哪位是这里的负责人？按照站位，应该是前面这个女人，但他从没见过一个防线的负责人是个女人。是我。他话音刚落，站在人群面前的那个女人便笑着迎了上来。怎么，瞧不起女人？陈凡眉头紧皱，身子稍稍往后退了一步。没有，只是没想到永夜前线的负责人会如此年轻。年轻吗？女人好像很开心，一扫妩媚姿态，笑得有些合不拢嘴。陈狱主如此年轻，不也打造了一条江北防线吗？说明我们都年少有为。江北梵域，陈凡见过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总负责人，鬼巢肆虐，人人献力，梵域也不例外。此趟前来，特意修建一条连通梵域和前线的空轨，此条空轨可运输一些物资，比如充足的粮食。女人深吸一口气说道：“说吧，你要多少鬼石？价格贵的话，我们可以谈谈。”一炷香后，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城墙上的指挥室内，女人盯着自己手里的茶杯，硬着头皮，用一种尽可能的官方的语气沉声道：“1号前线足足有77万人，每日消耗的粮食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想让他们吃好一点，但1号前线的物资线不少都被切断，剩余物资线没有余力运送粮食。若是用鬼石买的话，我们可能买不太起。”
陈凡沉默了许久后，才轻揉着太阳穴，有些头疼道：“粮食不要钱，樊玉免费援助你们，但肯定无法让你们做到江北防线的伙食免费。”女人僵在原地，有些难以置信的抬头望向陈凡。她本以为陈凡想要一个不错的价格，但没想到的是，免费，真的免费。陈凡轻点了下头，这是来自樊玉的援助，感谢前线守住永业大陆。这项交易是不需要你们付出什么的，但还有其他交易，比如樊玉需要不少建筑蓝图，你们前线所缴获的建筑蓝图，只要是重复的都可以送到樊玉，我们会给予一定的鬼市回报，包括那张蓝色品级的建筑蓝图。所以，女人有些不解地望向樊玉，所以此次樊玉起来，单纯只是免费资助前线粮食，以及带回去一些蓝图。是的，太好了！女人怔了许久后，突然蹦起来，在屋里兴奋高吼着。陈凡嘴角微微抽了抽，走出指挥室，来到城墙边缘，望向防线外波澜壮阔的大海。刺骨海风迎面袭来，都走出屋子了，还隐隐能听见女人的兴奋声在屋内响起。陈玉主。而这时，刚才跟在女人身后的一个中年男人大步朝他走来，有些歉意的小声道：“我是1号前线的副负责人，婵姐她。他老师原本是1号前线的总负责人，但在这次雨季里，他老师牺牲了，他接手了这个位置。他老师是他如今还在世的唯一亲人，再加上又突然将1号前线的重担扛在自己身上，压力有些大，情绪变得有些不太正常，希望你见谅。无碍。”陈凡摇了摇头，这样他就大概可以理解。随后，这个中年男人笑了笑，走，陈玉主，我带你参观1号前线，请。两人肩并肩走在城墙上，齐越跟在身后几步远，双臂抱怀夹着一柄长剑，嘴里叼着一根狗尾巴草，望向防线外的海面，眼神有些波动，不知想到了什么。接下来，两人就这样一边交谈着，一边走在城墙上。男人给他介绍了不少关于1号前线的信息。走了许久后，陈凡站在城墙上，感受着脚下的厚重感，望向防线外，他也要拥有这样的一道防线，还是这种防线更有安全感。走了，城墙上，陈凡望向婵姐和一众负责人挥了挥手，没再多说什么，走上非洲。伴随着非洲升空，他也准备回家了。出门3个月了，有些疲惫，他站在甲板上，低头望向手里的那张蓝色品级的建筑蓝图。一宝名称：玄武炮，一宝效果：蓝色，一宝品级。建筑蓝图，城防建筑，面板介绍极其简单，只有简简单单几行字。先回家，他伸了个懒腰，有些疲惫的打了个哈欠。先回去让他好好睡一觉再说。终于找到了永业大陆腹地，一座隶属于永业殿的城池里。裘一死站在一个装满各种玉简、牛皮纸等信息的屋子内，望向手里一张破旧老化的牛皮纸，呢喃着：上古时期，江北遇袭，不灭天师支援江北防线。自不灭天师手里有一个建筑蓝图，名为通天柱，据说许久未参悟完毕，其他建筑师尝试过，均参悟失败。自从他知道樊玉的那个建筑名为通天柱，他这些日子就一直泡在藏书阁里，因为他总记得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这3个字。难道樊玉发现了上古战场留下来的鬼矿？裘一死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现在看来，当时那个名为不灭天师未参悟的建筑蓝图，应该是被陈凡参悟完毕，并且打造了出来。就在这时，师傅，藏书阁外响起天一的声音。进来。裘一死收起手里的牛皮纸，笑着望向屋外。天一劫后余生逃过一劫。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很是开心，尤其是在知道天一经历了天道赐福后，和他一样，火行僧的负面效果已经全无，实力大涨。很快，天一踏入屋内，面色认真地站在原地。这3个月内，我仔细调查了师傅你交代给我的所有人，其中确定了一个人已经是叛徒，并且上次支援7号防线的消息就是此人泄露出去的。裘一死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上下打量着天一，半晌后才招手唤来天一，来这边坐。泄露情报那个人是不是叫王发？师傅你知道？天一有些愕然，自然是知道的。裘一死笑着道，这是我给你出的一份试卷，我自然要知道正确答案。可师傅既然知道，为何没有任何动作？因为那样太浪费了。裘一死起身朝藏书阁尽头走去，这样一个传递过正确情报、被鬼族所信任的叛徒，对我们来讲也是极其好用的一枚棋子，在某些关键时刻，可以借其向鬼族传递一些错误情报，来扭转大局。他走到一面墙壁前，望向挂在墙壁上的画面，我已经跟上面的人汇报过了，过几年我就干不动了。你是我选定的永业殿西部行动组组长，负责所有西部行动组成员的调遣和任命，在最后这几年里，我主要负责培养你。下面你所看见的都是永业殿西部行动组的最高机密。下一刻，面前这幅画突然无风自燃，紧接着墙壁突然从中间裂开一道缝，缓缓打开，露出一条被油灯点亮通往地下的台阶。跟我来。樊玉忙碌了3个月的陈凡回到樊玉后，第一时间吩咐下去，沿着空轨给前线送批粮食去，然后才倒头就睡。休息了一晚后，陈凡站在城墙上，伸了个长长的懒腰，笑了起来。睡够了，开始干活。这几个月忙完了，接下来该忙樊玉自己的了。樊玉各个建筑也该升级一下了。就在这时，轰隆隆，轰隆隆，巨大无比的声音从天边传来，地动山摇，地面都在微微颤动，仿佛是天塌了一般。陈凡面色微变，快速走向一旁的非洲，飞在空中寻找声源。他什么都没看见。今天有雾，可是距离较短。他从怀里掏出传音符，沉声道，迅速探测声音来源。他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那就是江北的那些山脉塔了。那些连绵山脉是永业大陆核心大阵的显现，可以说这些山脉才是挡住鬼巢登陆的主要手段。他们的防线只是缝缝补补那些阵纹碎裂区域。倘若江北的连绵山脉全都塌了，那缺口不可能补住的。江北必须得弃守，而且他还必须快速做出是撤守至新大陆，还是撤守至黄泉口防线。一旦入夜，
鬼巢便会吞噬江北。很快他得到了回信，距离声源处最近的繁育成员将消息一层层快速上报，最后传至陈凡手里。狱主，那是少秋的声音。从江北防线西边1号区段开始，地面在剧烈震动，像是有东西要从土里钻出来，并且在沿着江北防线快速蔓延。目前已经蔓延至江北防线西边27号区段。陈凡收到消息后，面色严肃地操控着非洲，快速驶向江北防线西边。不一会儿后，陈凡赶到了江北防线西边38号区段，此时已经蔓延到了这里。他看见了江北防线前面的地面上像是有地龙在地底快速前进般，泥土被翻涌到两侧，一路沿着江北防线向上快速蔓延。江北防线上的是神炮，炮身上的纹路被齐齐点亮，已经随时做好了开火的准备，只待陈凡下达命令。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本在江北防线外还没处理完的鬼物尸体，此时也被抛在空中。他能感觉到一个巨大的东西在地底沿着江北防线的位置快速移动，速度极快，且不知敌友。鬼物不可能，江北尚未沦陷，鬼物无法在白天活动。异兽培养物引来的，该死！陈凡嘴角抽了抽，好像还真有这个可能，只是引来的这条异兽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他的异兽培养物真的能待得住吗？就这架势，看起来压根就是地龙。是敌是友，先等冒出来头来再说。陈凡没有第一时间下达开火命令，只是宣布紧急进入战时状态。不少还在睡梦中的繁育成员被第一时间唤醒，快速抵达自己的战时岗位。江北防线第一次在白天被完全运转起来，随时可以开火。终于，这条在地底不断翻涌的地龙抵达江北防线东部末端，翻涌停止了。下一刻，地面开始剧烈震动，紧接着，只见一条长达170公里的防线缓缓从地底冒了出来，矗立在海岸线上，距离他的江北防线只有数十米之远。什么情况？陈凡瞳孔骤缩，他认识这条防线，就是他在不灭天师御剑里看到的那条上古时期的江北防线。那道防线不是在上古时期沦陷了吗？怎么如今又出现了？而且他还看见无数人正在前方突然出现的那道防线上忙碌着，只是这些人的身子看起来是半透明的，明显不是活人，而且没有转头看他们一眼，只是自顾自地忙活着。就在这时，耳边再次传来少秋的声音：狱主，江北防线西边99区段，空中站着一个鬼魂。陈凡眉头紧皱，快速操控非洲抵达少秋汇报上来的位置。当他抵达这里时，远远便看到一个老者，鬓角发白，嘴角带着笑容，眼里满是遗憾和不甘，但又带着一丝释然，正在不断回首打量着身后那道防线，身子半透明，就那样悬浮在空中。他停顿了一下，才从非洲落到江北防线上，望向站在数十米外悬浮在空中的半透明老者。停顿了一下后，才试探性的迟疑道：“见过前辈，这里是江北繁育，不知前辈是？”老者没有回话，像是压根没有听见一样，只是不断回首望向身后防线。不知过了多久，老者终于望向前方，像是在仔细端详着江北防线，又像是迎上陈凡的视线，露出一个笑容：“日后的江北诸位，你们好，老夫是江北防线负责人老叶，很高兴见到你们。很抱歉，我们没有守住江北防线彻底沦陷，临死之前，我已几命祭天，封存江北防线，这是我留给江北的最后一个礼物。如果还有人能听到我这段话。”老者的声音越来越低落，眉眼间掩饰不住流露出不甘和茫然。下一刻，面前这道防线上的所有人身子突然僵在原地，紧接着快速动了起来，显得极其紧迫，没有任何声音传来，却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鬼巢来袭。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眉头紧皱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幕。面前这道防线上所有身子半透明的人开始快速奔跑在城墙上，但城墙开始一道道崩塌，无数人的尸首漫天飞。他看不见一头鬼物，他所看见的这一幕是上古时期的江北防线沦陷前的最后一战，直至面前这道防线城墙近乎全都崩塌，已不见一丝身影。刹那间，长达170公里的防线布满裂缝，瞬间碎裂，化作阵阵白光，消失在空中。防线消失不见，仿佛他们刚才所看见的一幕只是过眼云烟一般，又好像是幻觉。而留在地面上的只有一道巨长的土痕，长达170公里，依稀告诉他们这不是幻觉。那个老者也已随着防线消失不见，只有这道被刨出来的土痕还在。紧接着，无数枚鬼石从土痕里飞在半空中，又轻飘飘地落在地面上，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异宝和图纸，像是地龙图宝般。眼前这一幕极其梦幻，不像是真实场景。约莫1炷香后，这道土痕再不会往外吐任何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这道土痕又再次缓缓愈合，重归完好，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是阵法。陈凡走出江北防线，站在刚才那个土痕浮现的地面上，亲眼看到这一幕的齐越快速赶来，有些急促道：“狱主，这是上古时期布下的阵法。上古时期江北防线沦陷时，将一些还没消耗完的鬼石、异宝等全都埋在地底深处，不想被鬼物获得。此举需要大阵辅助完成，并且在触发某个特殊节点，当这座大阵判定为此时江北不是沦陷区，所吐出来的东西不会落到鬼物手里的时候，大阵便会被现世，将所藏起来的鬼尸等吐出来，留给后人。”言语间，齐越有些唏嘘道：“现在几乎没有哪个势力能布出这种规模的大阵了，总感觉从上古到现在断层了很多东西。”陈凡没有讲话，只是眉头微微皱起，望向脚下。他终于知道，为何江北明明是上古前线，却没有一座鬼矿，反而江南不是前线，还能时不时发现一座
做鬼矿了。上古时期，江北防线在沦陷前，将所有鬼矿都埋在了地底深处，一个深到连魏魏都完全感知不到的深度。而那幅幻象，则是让他觉得以前地人颇为纯粹。良久后，他才低声道：“不用道歉，江北如今有樊玉镇守，不会再沦陷了。”一众樊玉成员已经走出防线，将从地底吐出来的这些鬼石快速收拢起来入库。这是上古时期的鬼石，在跨越数千年后，依旧完好无损。在经过这个小插曲后，陈凡才继续回到无名山，再又一次亲眼看到上古时期江北防线的沦陷，让他觉得如今的江北防线还是不太够，必须变得再强一点。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大半年，很快雨季即将再次来临。10月末，陈凡正独自一人走在樊玉各个区域，不断升级着樊玉的各个基础建筑，比如建筑工坊。他停在那座已经满级的建筑工坊面前，笑了起来。这大半年内，他已将载具工坊升至9级，多了2个可打造的载具，其中这2个载具都为樊玉帮了大忙。比如在载具工坊升至8级后，新增加了一个载具巨鬼，移动速度较慢，负重能力较强，是一个足足30米高的人形巨鬼，打造条件极其苛刻，需要100万枚鬼石加1具大鬼尸体。但效果，陈凡偏头望向不远处，一个巨鬼正将通天柱扛在肩膀上，一步一个脚印朝无名山后方走去。是的，通天柱高达数百米的巨大存在，就这样被巨鬼扛在肩膀上。有了巨鬼之后，很多以前难以办到的事情，现在都可以轻松完成。这是载具工坊升至8级的新增可打造的奖励。至于升至9级的，陈凡又望向不远处江北防线上不断飘荡着的剑修，升至9级所新增的载具是飞剑，3尺清风，可踏剑飞行，极帅，就是速度不算太快，比不上非洲。樊玉内购价会便宜一点，不少樊玉成员会买上一柄飞剑，平日里用来代步和耍帅。他也试过了，并不帅，至少御剑飞行就不能拄手杖了，但不随身拿着翡翠手杖，他有点没安全感。至于10级，载具工坊暂未升至10级，升至10级需要消耗一个天才地宝天潜木，他以前没见过这种天才地宝，也没听过，暂时无法升至满级。就在这时，耳边传来瘸猴的声音：“少爷，雨季即将来临，都基本准备好了，就等你来视察了。”来了。陈凡登上江北防线，新的雨季即将来临。这一年的江北防线基本上没发生什么变化，但马上就要迎来变化了。樊玉积攒了1年的鬼石，他站在城墙上，远眺海边，笑了起来。下一刻，这条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开始缓缓震动，紧接着开始肉眼可见的快速拔高。1到6级城墙升至7级城墙需要7000枚鬼石和1枚猴头果，在消耗了11.9亿枚鬼石和17万枚猴头果后，江北防线的城墙来到了清一色的7级，正式踏入7级防线，高度来到了50米，面前也在不断弹出一则面板。城墙升至7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 降低安置在城墙上的城防建筑鬼石消耗。2. 略微再次提升城墙的坚固程度。3. 远距离攻击城墙的敌人对城墙造成的伤害会较低。陈凡望向面前不断弹出来的面板，清一色的快速勾选了第一个升级方向。然而，陈凡虽然看似在机械式的勾选着第一个升级方向，但注意力却极其集中，很快便看见了一则特殊的面板：城墙升至7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 已质变万家灯火，城墙本体将自带鬼火范围，鬼火范围取决于安置在城墙上的最高等级鬼火。该质变升级方向可生效在相连城墙上。稀有。2. 近距离攻击城墙的敌人有较低概率遭到一定伤害反弹。3. 远距离攻击城墙的敌人对城墙造成的伤害会较低。陈凡笑了起来，稀有级别的升级方向，若是这则升级方向出现在其他防线上，顶多也就是省点每日维持鬼火的消耗，但生效在江北防线上，那就真的是质变了。江北防线拥有万里长城的传奇质变，完全可以做到1+1大于2的效果。他继续开始再确定一个个面板，在没有出现这种可与相连城墙生效的升级方向。很快，江北防线彻底升级完毕，高度来到50米，一座长达170公里的7级防线矗立在江北。但这并不是一个结束，还在继续。樊玉这1年里储备了大量鬼石，为的就是在这次雨季来临前可以有一个大爆发。继续升级，在17亿枚鬼石和17万枚猴头果砸下去后，城墙开始再次攀升，来到了80米，面前再次弹出一则面板：城墙升至8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 降低城墙附近的鬼火消耗。2. 提高城墙附近的人类体力恢复和伤势恢复。3. 加强城墙上的纹路效果。第3个，他开始继续清一色的勾选第3个升级方向。很快，江北防线已经来到清一色的8级城墙、8级防线，但这依旧不是结束。从8级城墙升至9级城墙，需要消耗2万枚鬼石和任意天才地宝2株。王奎站在城墙上的陈凡望向已经待在一旁的王奎，笑着道：“仓库内的猴头果还有多少？”“还有197万枚。这些日子产出的猴头果全都储备在仓库里。”王奎恍惚的呢喃着：“那足够了。”陈凡轻笑着：“这些日子他基本就待在樊玉，哪里没去，主打一个重地，不小心种出来了100万枚猴头果，鬼石足够，猴头果足够，此时不升级更待何时？”继续，城墙开始快速爬升，宛如一个被埋在土里的巨人从地底钻出来一般，最终高度停留在100米。100米，这是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的高度。如今的江北防线，论城墙强度已经远超1号前线，至少1号前线可没有什么鬼血纹路。共消耗34亿枚鬼石和34万颗猴头果。城墙升至9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 显著提高城墙附近的人类体力恢复。2. 显著降低城墙附近人类的饥饿感。3.
显著增快城墙附近人类的伤势恢复。他清一色的选择了第一条，有祭坛，无需恢复；有粮仓，无需挨饿。今日是距离雨季降临的最后一天，无数繁育成员今日起了个大早，忙碌着，而他们很快就看到了令他们震撼的一幕：江北防线正在不断拔高，拔高，再拔高，沉寂半年，为的便是一鸣惊人，竟然还不是终点。陈凡微微一愣，望向面板上的信息，突然笑了起来。就连他也以为升至9级城墙已经是终点了，难以继续升级到10级了。毕竟9级了，已经和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一个级别了，足够了。江北又不是前线，没那么多鬼巢，而且升至10级的条件肯定很苛刻，江北短时间内肯定完成不了。只是条件确实很苛刻，只是对于樊玉来讲不算什么。城墙升至10级，需消耗5万枚鬼石和5株任意天才地宝，这仅仅是一道9级城墙升至10级城墙的费用，这则条件已经能压垮很多势力了。下一刻，江北防线再次开始拔高，直至停在200米，这是满级城墙的高度。200米宛如连绵山脉一样矗立在江北海岸线上，面前开始再次弹出一则面板，城墙升至10级，坚固强度增加，本次升级无升级方向，且已升至满级。紧接着又再次弹出一则面板，城墙已升至1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获取满级效果声如鸿怨。你站在城墙上所发出的声音，可响彻天地间。江北防线10级防线，樊玉终于拥有了第一座10级防线。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远眺海面，轻笑着。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西荒岛各个缺口，比如7号防线和黄泉口防线都彻底接管，放弃原先防线，打造属于江北自己的防线。他要将西荒岛的缺口彻底堵起来，打造一个鬼族绝对奈何不了他的安全区域，然后便可以大肆朝各个永业前线支援噬魂雕塑等辅助建筑，这是能影响整个战局的举动。届时鬼族肯定会气急败坏的偷渡来找他，然后便会看见西荒岛3个缺口上驻扎着3道10级防线，一个连9级防线都奈何不了的前线鬼巢，经过百不存一的偷渡，又能奈他何？他要将西荒岛打造成一个绝对安全的地盘。狱主一旁已经彻底懵住的王奎站在城墙边缘望向下方，高度甚至让他有些晕眩，足足200米高啊，是不是浪费了一点？江北没那种规模的鬼巢，浪费。陈凡笑了起来，咂巴着嘴。新大陆那边辛辛苦苦挖鬼石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放在仓库里生孩子吗？这里我们的后方足够安全了，我们在外才能为所欲为，不然你看我们现在提心吊胆的运点粮食去前线，都担心被鬼族惦记，多少有点不爽。鬼石还是不够多啊！他盘算着樊玉如今剩余的鬼石数量，升至10级城墙消耗了85亿枚鬼石和85万颗猴头果，如今樊玉只有99亿枚鬼石和78万枚猴头果了。彻底接管黄泉口防线和7号防线，并将这2道防线升至10级防线，肯定是做不到的。不过可以先接管黄泉口防线，将黄泉口防线当做第2道备用防线，在黄泉口防线前方打造一条属于樊玉的樊玉黄泉口防线，不求满级，7、8级还是没问题的。对付偷渡来的鬼巢足够用了，然后再接管7号防线，时间还是不够用啊。陈凡有些惋惜道，要是再给他5年平稳发育的时间就好了。新大陆古战场的鬼石已经全挖完了，现在挖的鬼石都是君临天下形成的天然露天鬼矿。夜深了，雨季降临了，关西平原各个势力如去年一样前来支援，只不过当他们抵达江北防线时，看见眼前这高达200米的城墙，纷纷沉没在了原地，久久不语。今年有点太安全了呢！轰！雷声陡然炸开，彻底揭开了雨季的序幕。当第一只鬼巢满眼暴虐的从海里冲上陆地时，突然呆在原地，随后脑袋艰难的上扬，不断上扬，最后才看见了那几乎在天上的防线顶端。原本暴虐的瞳孔中突然多了一丝清明，有些茫然的回头望向身后正在怒吼着下达命令的大鬼，眼里闪过一丝疑惑和茫然，像是在说：“你是让我们冲垮眼前这道防线？我们真的是我们，今年不害怕了。”江北防线西边1号区段，今年还负责这里的樊玉成员望向身旁那个显得极其兴奋的屠仙圣地弟子，今年还是他俩负责这处防线区域，不害怕了。这个屠仙圣地的弟子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子上去了，今年实在不知道该怕什么，就算这里变成前线，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嘿，樊玉成员同样笑了起来，或许是时候考虑结婚生子了。如今的情况，孩子生下来能活。夜色中，一辆辆高铁从樊玉出发，从高空的空轨中穿过黄泉口防线，直达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以前他肯定不敢光明正大送这些战略物资去的，但此时管他的，有本事你就来干老子！正待在江北防线上欣赏自己10级防线的陈凡，突然怀里子母室里响起了一个老者的声音：“陈狱主，我是永业大陆西部玄武1号前线的总负责人。”陈凡眉头轻挑，他记得这个男人的声音。大半年前他去1号前线的时候，这个男人带他参观了前线，讲解了一些东西。只是他记得这个男人不是2把手了，1把手是个女人。禅姐死了，鬼巢来袭，打头阵的大鬼出言挑衅。禅姐走上城墙回应：“中了案件，我现在负责接管永业大陆西部玄武1号前线，暂时担任总负责人。”子母石那边的声音停顿了一下后，才再次开口：“我代表1号前线所有人感谢樊玉支援的噬魂雕塑，10万枚鬼石一座的售价。我相信对于樊玉来讲是亏本售卖，真的感谢。但我们抓到了一个叛徒，可惜那个叛徒已经将消息泄露给鬼族，鬼族可能会偷渡前往西荒岛。抱歉，通讯挂断。”陈凡摸了摸鼻子，10万一座，其实他没少赚，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禅姐死了。他眉头微微皱起，依稀记得那个他刚抵达1号前线，这个行事风格颇为出挑的女人，雨季不是才刚降临吗？大鬼出言挑衅，他轻叹了一口气，这也是命了。先去加固下黄泉口防线，鬼巢可能要来偷渡了，先做好准备。黄泉口防线很短的，只有
27公里，消耗不了多少资源。他又看了眼江北防线下那群蹦蹦跳跳的鬼巢，哪怕是席卷浪花而来，也根本触碰不到城墙顶端，甚至都不用是神炮开火，就让他们搁这儿爬个数十天的，都怕爬不到城墙上来。200米高，开玩笑呢，比这些鬼巢命都高。紧接着，一辆辆繁育高铁承载各种物资，迎着夜色驶入江北荒原，向着黄泉口防线位置疾驰而去，准备去接管黄泉口防线。都做好准备。黄泉口防线负责人有些紧张的在城墙上不断巡视着，这是他担任总负责人的第2年。虽说他们是内陆防线，不会被鬼巢侵蚀，但去年的惨烈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万一今年还有呢？此时已经入夜数个时辰了。就在这时，他怀里的传音符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这里是江北繁育，黄泉口防线即将迎来大批鬼巢，不是黄泉口防线所能抵挡的存在。从此刻起，江北繁育正式接管黄泉口防线。话音落下，在鬼火照亮范围中，一辆辆高铁从关西平原的黑夜里驶入黄泉口防线。紧接着，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艘非洲便从黑暗中驶来，和城墙齐平。陈凡拄着手杖走上城墙，望向黄泉口防线负责人，笑着道：“还用自我介绍吗？你应该认识我吧？江北繁育，陈凡。开城门，繁育要在前方打造一道繁育黄泉口防线。”很快，黄泉口防线数个城门开启，数辆繁育高铁顺着早就铺设好的线路驶向黄泉口防线外。这大半年，他早就是在繁育和黄泉口之间铺好了2条线路。高铁驶出黄泉口防线的瞬间，一个个巨大的巨鬼从高铁上跳了下来，还有大批繁育成员开始原地卸火，各项物资被快速搬至下方，并快速再次返程。有鬼火，有噬魂雕塑，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等物资。一座座临时鬼火被点亮，驱逐了一大片黑暗，为繁育黄泉口防线开始提供打造范围。陈凡坐着非洲开始快速铺设一级城墙，长度只有27公里，不到1炷香的功夫，他便打造了一堵27公里的繁育黄泉口防线。接着，他又不断的对城墙进行升级。很快，繁育黄泉口防线升至7级，一座座被正式安置的10级鬼火被点亮，整个繁育黄泉口防线被瞬间点亮，灯火通明，黑暗瞬间被驱散了一大片范围。站在黄泉口防线上的负责人看见这一幕，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眼里满是骇然和难以置信。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直观的了解繁育实力，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做繁育速度。这他妈有些太恐怖了！这才过去多久，原本空空荡荡的荒原上就凭空搭建起了一座防线，这速度，那些繁育成员像是经过了无数次训练一般，配合的极其默契。一座防线近乎就这样刹那间凭空升起。他看见那些穿着统一服饰的繁育成员，突然一时间感觉繁育才是正规军啊，他们都是啥啊？那不纯民间自发组织吗？黄泉口防线上所有负责守城的成员和驻守在此的建筑师都登上城墙，茫然地望向眼前这一幕。眼前这一幕对他们来讲是种冲击，绝对的降维打击。陈凡此时已经生嗨了，站在城墙上，在鬼石化作液体顺着铜管快速流淌进城墙，顺着高铁搬运过来的猴头果不断融化流淌进城墙内。这道繁育黄泉口防线再次升级，8级、9级、10级，眨眼功夫，在消耗了25.8亿枚鬼石和24.3万颗猴头果后，这道长达27公里的繁育黄泉口防线被径直升至10级，高达200米，矗立在原先那道防线前面。防线已经升级完毕，但各项工作还需完成。陈凡站在城墙上，开始打造城防建筑。老规矩，是神炮、防空炮，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多久，长达27公里的繁育黄泉口防线上的城防建筑便已全打造完毕。接下来便是重头戏了。陈凡望向永业领主面板那门造型有点夸张的玄武炮笑了起来。大半年前，他去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最大的收获，就是拿到了这个蓝色品级的城防建筑玄武炮。